1958年9月24日，我国温州湾上空，一场激烈的空战在人民解放军与退败台湾的国民党军之间展开。这场空战，人民空军飞行员王自重被12架敌机围困，在5分钟的激战中击落2架敌机，最后被敌 F-86携带的导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1岁。而击中王自重烈士的导弹就是 AIM-9B 响尾蛇导弹。战后在战场附近现场找到了1枚导弹残骸和4枚未爆导弹弹体，这些 F-86战机所发射的导弹预示着一种全新空战模式的开始。那么一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款能够执行对空打击任务的导弹是 HS-293 基础上改进的，当时德国人叫做能够轰炸美国轰炸机编队的这个炸弹，或者说制导炸弹，它实际上就采用了我们说第一代导弹上面常见的这个就是目视无线电指令制导。那么就是导弹尾部有一个夜光管，那么你通过这个夜光管的位置来判断导弹的位置，然后呢，这个驾驶员他的操纵人员远程来通过这个十字手柄来去控制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轨迹。那么在 HS-293 改进的这个导弹基础上，就产生人类历史上设计的第一款空空导弹，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 X4。这个 X4 呢，它采用的制导方式跟 HS-293 基本一样，那么射程呢能够超过3000，后来德国人经过测认为能够到4000米左右。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它的精度肯定不会特别高，所以它依赖着20公斤的一个就威力巨大的战斗部，所以它的战斗部的破坏半径大概是180米，它可以在空中对密集的轰炸机队形造成影响。响尾蛇是一种生活在南北美洲大陆沙漠中的毒蛇，它可以利用红外感应器官感应附近发热的动物，而 AIM-9 导弹能被命名为响尾蛇导弹，也是借鉴了响尾蛇的这个特性。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发现，当硫化铅暴露在不同程度的红外热辐射下时，电阻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种现象被称为光电导性。1946年，美国工程师威廉姆 ·B. 麦克林利用这种特性制作了一款采用红外制导方式的导弹，因为和响尾蛇的特点相似，所以这款沿用至今的导弹被命名为响尾蛇导弹。早期的红外制导方式很简单，将一块矩形凸透镜放置在导弹前端，并使其中心位于导弹轴线上，而在凸透镜后部则是涂抹了硫化铅涂层的感应器。导弹发射后，矩形凸透镜开始像螺旋桨一样旋转，而目标发出的红外辐射通过透镜折射到感应器上。当目标离导弹轴线角度越大时，红外辐射落点越靠近感应器边缘，同时由于透镜边缘线速度更大，红外折射的时间就越短。反之，目标与导弹轴心角度越小，则红外线折射时间越长。根据红外线在透镜上折射的时间长短来判定目标的离轴角度，再通过电信号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以追踪目标。但这种声名远播的导弹起初在战场上也是备受诟病。20世纪60年代，响尾蛇导弹大量出现在越南战场，成为了空战的主角，但战果却差强人意。1967年12月14日，隶属于第111舰载战斗机中队的费舍尔少校接到了为 A4E 天鹰攻击机护航的任务。当编队进入指定空域后，不远处的天空中，越方的2架米格17战机突然杀入。费舍尔立即上前与米格战机缠斗在一起，并伺机发射了2枚 AIM-9D 型响尾蛇导弹，但2枚导弹都因为近炸引信失灵，没能击中目标。失去进攻手段的费舍尔只能利用机动性和米格战机纠缠在一起。数分钟的缠斗后，费舍尔等到了前来支援的数架友方战机，并带领他们吹响了反攻的号角。数枚响尾蛇导弹倾泻而出，然而导弹的近炸引信全部失效，甚至有的导弹完全丢失目标，不知飞向了何处。2架米格战机顺势脱离战场。响尾蛇本身呢，在女滚雷行动，有些人认为响尾蛇的命中精度大概18%，这个比例你觉得很低了，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当时的空战背景之下。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就是包括早期型响尾蛇，它都不是用来攻击敌方战斗机的，它是用来攻击敌方轰炸机的。那么战斗机在空中等于发射导弹那架飞机要做机动，目标要做更激烈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它超过了
早期的无论是雷达的导引头还是红外导引头的这个导弹的跟踪能力。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些飞行员，他本身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怎么样使用导弹来进行攻击。美军飞行员当时一方面要考虑地面火力，就是像萨姆2这些导弹的威胁，也要考虑空中对方机动灵活的像米格17、米格19，包括后来有这个21这样的飞机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多时候发射导弹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你的发射的位置，比如说跟目标之间的距离，包括跟其他飞机相关的关系，是不是符合导弹发射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因此呢，你像这个麻雀，早期据说在整个越战期间有600多发的发射记录，命中率50多发，这50多发是算上了己方火力杀伤，就是包括把自己人打下来加到一块儿，不到60%。就不到10%，所以这个比例是很低的。经过了越战的试炼，针对 AIM-9D 的改进势在必行。以往响尾蛇导弹由于硫化铅感应器识别能力的不足，只能看到敌机的高温尾焰，甚至在沙漠等高温环境下，红外辐射分布复杂，这时红外导引头并不能精准识别目标。直到 AIM-9L 型将探测元件由硫化铅更换成对红外辐射感知能力更为出色的低话音，同时配置了新的电子配件和识别电脑，极大地增强了抗干扰能力。相较之前的型号，整体目标捕获能力提升了50%。在马岛战争中，英军的耀式战机共发射了27枚 AIM-9L 导弹，其中24枚命中目标，共击落了阿军飞机19架。1982年叙伊贝卡谷地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共发射了55枚 AIM-9L 导弹，共击落51架米格战机。海湾战争中，美军的 AIM-9L 导弹共击落了12架伊拉克的米格战机。924空战发生后，苏联空军意识到美军在空战领域有了一种新式武器，迅速展开研发。他们借助没有爆炸的响尾蛇导弹弹体，仿制出苏联第一代空对空导弹 R30， 并正式列装，作为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机的制式武器。不过，由于起步较晚 ，R30很快就无法满足作战需求，于是苏联便开始了第二代近距离空导弹 R60的研发。R60依旧继承了响尾蛇导弹的很多外形特点，但经过乌克兰的改进后，其发射时离轴角度达到了正负44度，追踪飞行角度达到了每秒30度。机动性优于当时的响尾蛇导弹，相较于重量88.5公斤的响尾蛇导弹，R60导弹只有43.5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轻的空导弹。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60小巧轻便，但是杀伤力不足。同时，随着苏27、苏30等具备超视距攻击的第4代战机服役，R60导弹也被迫进化为了全新的 R73导弹。为了保证机动性， R73在 R60的气动外形上设计出了一套复杂的近距耦合边条翼加压翼的气动布局，利用空气经过边条翼时产生的涡流，增加压翼的舵面效率。尾喷管处更是使用矢量推力喷口，实现了导弹的矢量控制和矢量推力。边条翼加压翼加推力的多重组合，让 R73可以进行60G 的机动，可以攻击以12G 机动的目标。就机动性这个概念，既包括速度，也包括角速度。打个比方，你如果说你的目标在空中不加速，转向始终维持在大概5度的角度这么转，那么你想要有效的打击对方，那么你需要怎么样？同速的话，你大概要在对方的相对45度的角度，你要比他角度多45度，这样的话你才能赶到他头上去。那么你们两个会在这个位置上交汇。如果说你的速度是它的4倍，那么它5度，你只要11度，你就能够跟它撞到一块儿。那么传统的舵面啊，如果不使用这个就是推力矢量技术的话，一般认为舵面的极限每秒就是60个 G， 不能再高了。所以它一定是你在打击目标的时候，你想要在后发先至的一个结果，那么你一定要具备对目标的绝对的这种机动性优势。如果你没有机动性优势的话，那么对方的机动一定可以超过你的机动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做拦截。空攻导弹是怎么算呢？什么叫近程导弹？视距内空战。视距内空战在西方认为16公里，16公里范围之内的叫近程导弹，或者叫视距内空战导弹。那么超视距呢，当然就是超过16公里的，
中程导弹是100公里以内射程，就16到100公里射程以内的叫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就是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就是中程空空导弹跟远程空空导弹加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说的超视距空空导弹，就是你的射程最大射程超过16公里。那么超视距空战的好处呢，就是我还没有看到你，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跟我之间都是依赖雷达来进行这种对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的雷达性能比你高很多，或者说我的隐身性能比你高很多，就是你探测我的难度比较大的话，那么我有可能以一种单向透明的方式，就是我发现你，你没发现我，来对你进行攻击。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你不见得会做机动动作，但是如果是视距内空战，我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这个时候我的整个的飞机的机动的强烈程度是要大得多的。这个时候导弹呢，即便发射了，它能够命中的概率，它其实也要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如果说我是一款隐身的、拥有先进的机载电子设备，能够通过信息化的方式获得目标信息的这样的一代5代机，而你是3代机，就是我们说4代机的话，那么我对你的代差很有可能是在你看不见我的情况下对你进行打击，而且即便我打击不成，我追到你的近距离去攻击的话，我仍然可以保证你跑不掉。1949年，苏联在美国之后成功引爆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在当时，体型庞大的原子弹还只能由轰炸机搭载，近距离投掷。为了不像日本一样让别人把核弹扔到自己头上，美国空军开始研发一款在一定距离上拦截敌方轰炸机的导弹，这就是猎鹰导弹。初始型号的猎鹰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但受限于当时雷达体积和性能不足，初代猎鹰的射程只有8公里，并且只能搭载3.4公斤的迷你战斗部，实际杀伤力并不满足作战需求。即使是这样，为了应对威胁，初代猎鹰还是生产了4000枚。边生产边改进，使猎鹰家族衍生出了11种型号，射程也从8公里增加到了185公里，但导弹的长度却也达到了将近4米。当时没有任何战斗机可以搭载，所以被迫下马。不过这项革命性的技术并没有被封存，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意识到要在远洋为舰队建立远程防空圈，急需为即将服役的 F-14熊猫战机配备一款远距离空导弹，著名的 AIM-54 不死鸟导弹就此诞生。不死鸟导弹最大的特点就是又大又重，4.1米的弹体长度相当于2枚初代猎鹰，重量更是达到了450公斤。如此硕大的体积换来的是最远200公里的射程，但这种空战大杀器，即使是身强力壮的 F-14 也只能携带6枚。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猎鹰导弹向着更大更远的路上一去不复返的同时，美国海军手中一款体积小巧但同样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的 AIM-7麻雀导弹也开启了自己的成长之路。麻雀导弹于1947年开始研发，1956年服役，和猎鹰一样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从一开始就是为进行超视距作战的。但有意思的是，早期的麻雀导弹没有安装敌我识别系统，这就使麻雀导弹虽然同样具备8公里的射程，但是却不得不把目标放到视线内才能发射。这种自相矛盾的交战规则让美国海军意识到，都能看见敌机了，还叫什么超视距作战呢？所以紧急对麻雀导弹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直到 AIM-7一型换装了多普勒脉冲雷达和更加先进的火箭发动机，才让麻雀导弹具备了25公里射程外超视距作战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为了尽快找到麻雀和猎鹰的继任者，美国再一次开启了中距离空导弹的研发。此时，美国军方提出，新一代导弹既要保证较远的射程，也要能塞进下一代隐身战机狭窄的弹舱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使用主动雷达制导，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在经历10年的研发后， AIM-120阿姆拉姆导弹开始主宰天空。阿姆拉姆导弹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简单的气动舵面使其机动能力注定不如响尾蛇这种狗斗专业户，但是纤细的弹体非常适合远距离巡航。采用惯性制导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复合制导模式，在发射和巡航阶段，
载机可以通过连续波和数据链对导弹进行弹道修正，甚至可以接受其他战斗机和预警机发送的制导信息，在末端再启动弹载雷达进行主动制导，完全做到了发射后不管。发射后不管呢，在国外是其实字面翻译叫发射后遗忘。这么发射后不管，它其实你首先要讲什么叫发射后要管，什么意思？就是我要用照准的方式，雷达也好，或者是激光也好，无论什么东西，我要把目标框在一个框里面，我要始终照射着它。这个时候导弹根据照射的情况来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个过程我不能做大量的机动啊，我做机动我可能照不着了，你就丢失目标了。那么所以什么叫发射后不管，或者叫发射后遗忘？就是有一些导弹是什么？发射后锁定，我发射到相关的目标区域，导弹到那个区域之后，导弹自己的导引头来去寻找这个区域的目标，那么根据我预先装定的目标的信息进行对比，确认是的时候我就照着它去。那么有制导能力之后，你的发射平台在完成发射的这一刻，你就要认为无论之前你是不是隐身的，你现在可能就暴露了，所以你发射之后马上做机动。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如果说必须要用雷达照射对方，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照射对方的话，那么你的机动不能很强烈，强烈你就找不到目标了嘛。所以发射后不管对于空战来讲，它很大程度上去提高了这个战机，尤其一个是在复杂环境之下的打击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发射机本身的这种安全系数、战场生存能力有一个全面提高。100公里的标准射程和200公里的最大射程，真正做到了千里之外取敌首级。直到此时，美军战机才具备了完整的超视距作战能力。1999年发生在南联盟上空的那场空战中，号称格斗高手的米格29，也正是被阿姆拉姆导弹在一个空中格斗还未开始的距离上一击命中。同样在大洋彼岸，苏联也拿出了属于自己超视距作战的空导弹 R77， 可以说是中距空导弹中奇葩的存在。在全球空导弹都向着更远更精准的路线上前进时，R77导弹在保证了100公里射程的同时，却在机动性上点歪了科技树。相较于阿姆拉姆的三角可动舵面， R77采用了长条固定弹翼和山格尾翼。长条式弹翼可以在飞行时增加空气流经的面积，为山格尾翼提供更强的涡流，而山格尾翼在进行角度偏转时，受力面积要远远大于平面尾翼，两者相加，机动性能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甚至导弹飞行速度越快，其机动性越强。这种近乎于偏执的机动设计，使 R77导弹具备35G到40G的过载能力，完全可以攻击12G的机动目标。其发射离轴角度可以达到90度，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180度。近距离格斗上完全不输当时最先进的响尾蛇导